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价格行为分析。今天咱们要来深入聊一聊一种最可靠，也是大家最常遇到的信号形态——反转 K 线。咱们这次呢会分成5个部分，先搞明白它到底是什么，然后把它拆开看看强的信号长什么样，再聊聊怎么用它来做交易，哪些坑要躲开。最后当然少不了实战案例的复盘，争取一次性把它给讲透了。好了，那咱们就直奔主题。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反转 K 线？当你在图上看到它的时候，它究竟想告诉你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故事呢？其实这个概念特别简单，顾名思义嘛，就是一根掉头往回走的 K 线。比如说，市场本来一直在跌，突然冒出来一根很强的阳线，这就是一个看涨反转。反过来也是一个道理。它的出现就好像市场开着车，突然猛踩一脚刹车，紧接着就挂了倒打，准备换方向了。你要知道，每一根反转 K 线的背后，其实都是一场浓缩了的多空大战。如果我们用放大镜去看，一个看涨反转，本质上就是空头力量在进行最后的疯狂抛售，也就是我们说的卖出高潮。然后就在他们精疲力尽的那一瞬间，多头抓住了机会，发起猛烈反击，形成了一个看涨突破。好，了解了定义还远远不够。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所有长得像反转的 K 线都能帮你赚钱，很多时候它可能就是个陷阱。所以接下来咱们就得像个法医一样来仔细解剖一下一根真正有价值、高概率的反转 K 线，它到底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咱们一起来拼凑一根完美的看涨反转 K 线啊！首先它的收盘价一定要给力，得收在自己整个 K 线一半以上的位置，这就代表多头在收盘的时候是牢牢掌握着控制权的。其次，你再看它的下影线，这根长长的尾巴其实就是多头从深渊里反攻上来的光荣记录。反过来说呢，它的上影线就得越短越好，这说明空头的抵抗已经非常微弱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它的力量不能小，不能只反转了前面一根 K 线就完事了，它得有能力收复前面好几根 K 线的实力，这才叫真正的王者归来。那么看跌反转的逻辑呢，就完全一样了，只是方向反过来。长长的上影线就是空头发起空袭成功的铁证，把价格从高点狠狠地给砸了下来。那个坚定的阴线实体，还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下影线，就是在宣告卖方的绝对统治力。同样的，一根值得我们信赖的看跌反转，也必须要有能力一口吞掉前面好几根 K 线的涨幅。这张对比图，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快速识别的备忘录。记住，看涨反转主要看它收复失地的长下影线，而看跌反转呢，主要看它高空打压的长上影线。你只要抓住这2个核心特征，基本上就能在图表上一眼把它们认出来了。好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一双能识别高质量信号的火眼金睛。但是发现信号仅仅是第一步，怎么围绕这个信号制定出一套聪明的交易计划，这才是从鱿鱼选手到专业交易员的关键一步。这里有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当图表上出现一根形态不错的 K 线时，它仅仅是一个设置，一个潜在的机会而已。它本身绝对不是你下单的理由。只有当下一根 K 线走出来，确认了你的判断，并且触发了你的入场订单，这个设置 K 线才算真正升级为值得你投入真金白银的信号 K 线。咱们总说交易里最简单也是最深刻的智慧，就是顺势而为。你想想，在一个很明确的上升趋势里，你又看到了一个强有力的看涨反转信号，这是什么？这就好比给你的交易加了双重保险，它既是一个反转信号，更是一个趋势可能要继续的确认信号，那成功的概率自然就大大提升了。当然了，谁都想抓住趋势的转折点，实现抄底摸顶的梦想。但是逆势交易就像在悬崖边上跳舞，风险非常高，所以你必须像个狙击手一样，耐心等待2个非常苛刻的条件同时出现。第一，原有的趋势防线，也就是趋势线已经被攻破了。第二，
市场回抽测试前期的高点或者低点失败了，并且在这个关键位置形成了一根强到让你没法反驳的反转信号，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这句话其实道出了市场的核心心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熟知的双顶和双底形态会那么有效。你想啊，当市场两侧冲击一个高点都失败了，那所有多头的信心都会开始动摇，这时候市场的天平自然就会向空头那边倾斜了。好了，我们学会了怎么寻找高胜率的进攻机会，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怎么防守，怎么避开市场上的那些陷阱。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信号是我们需要亮起红灯，敬而远之的。第一个陷阱就是盘整区里的假反转。你一定要记住，反转前提是得有势可反。如果市场一直在横盘震荡，多空力量打得难解难分，那根本就没有趋势。这时候出现的任何反转 K 线，不管形态有多么完美，大概率都只是噪音。第二个陷阱，犹豫不决的十字星。一根 K 线，它的上下影线很长，但实体部分却非常小，像个十字。它讲的故事是什么呢？是多空双方在这里打了一场惨烈的阵地战，但打到最后谁也没赢，平局收场了。面对这种信号，最好的策略就是当个观众，让他们先分出胜负再说。第三个也是最需要警惕的陷阱，临阵退缩的信号。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多头们费了9牛2虎之力把价格往上推，眼看就要胜利了，结果在收盘前的最后一刻被空头一盆冷水浇了下来，留下了一根难看的长上影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多头在最关键的时候自己怂了，内部信心不稳。这样的反转你敢相信吗？好了，理论讲了这么多，让我们进入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实战复盘，看看在真实的图表里，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原则到底是怎么应用的。好，仅看这张图，我们重点关注一下 K 线1和 K 线2，它们俩看起来都像是反转信号，对吧？但结果呢？一个成了陷阱，一个却成了绝佳的交易机会。咱们先来看 K 线1，乍一看它确实像个看涨反转，对吧？但它为什么失败了呢？你可以暂停一下，自己思考思考。其实答案就在于它的位置，它深深地陷在前面好几根 K 线的重叠区域里，这是一个典型的盘整信号，而不是反转。那 K 线2为什么就是神来之笔呢？因为它一箭双雕。第一，它让所有在 K 线1上面追高买入的人瞬间就被套牢了。第二，它是在测试下降趋势线这个关键压力位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强力决绝信号，所以它不光是个反转，更是一个陷阱信号，威力是加倍的。我们再来看一个更震撼的例子，图 5.3 里的这根 K 线29，它可能不符合任何教科书上关于影线或者实体的完美定义，但是它却是当天市场里最具决定性的力量。你看这根 K 线29，它的威力在哪儿？在于它的毁灭性。你仔细看，它就凭着自己一根 K 线的力量，瞬间击穿了前面10几根 K 线的收盘价和最低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它出现的那一刻，过去好几个小时内所有买入的多头，通通被套在了山顶上。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恐慌性的抛盘一触即发，市场的方向就这么被它一根 K 线给硬生生扭转了。这也引出了我们这次分享最核心的一句话：我们学习任何技术形态，都不是为了拿着尺子去图表上刻舟求剑，而是为了借助这些形态去理解背后多空力量的真实博弈。说道理，读懂市场的语言远比背诵几个图形要重要得多。那么最后也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思考：从今天起，你是在图表上继续寻找那个完美的图案，还是开始努力学习去阅读市场本身正在讲述的故事呢？希望今天的讲解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价值，别忘了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